欢迎来到壁话太多。今晚呢，我们要聊一聊那个被所有人误解了上千年的男人。很多人说生活累了，就去读一读陶渊明。在大家的脑子里，老陶应该是那种穿着飘逸长衫的优雅大叔，拎着一壶小酒，在南山底下悠哉地采着菊花，那种云淡风轻的感觉，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向往的生活。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神仙，是个彻底看透了名利、视金钱如粪土的顶级隐士。仿佛他只要一挥袖子，满身的铜锈味儿就彻底没了，剩下的全是诗和远方。甚至有人觉得他就是古代版的李子柒，每天除了喝点小酒就是吟诗作对，活的那叫一个通透。但今晚我要告诉你，这全是幻觉。真实的陶渊明其实是个种啥死啥的笨拙老农，而且还是一个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不得不去敲邻居家门讨饭吃的落魄大叔。他在诗里写自己敲门时尴尬的话都说不利索，这哪里是什么神仙，这分明就是一个在理想和生存之间快要被折磨疯了的大龄社畜。既然他混得这么惨，为什么苏东坡却把他当成唯一的男神？为什么我们这些被内耗折磨得睡不着觉的现代人，最后还得靠他来救命？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顺便在留言区痛快喊出最折磨你的人或事，同时写出你未来的梦想与当下的愿望。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其实我们都被课本给骗了。如果你真的穿越回东晋末年，去看看真实的陶渊明，你可能会大跌眼镜。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个在花丛中笑的神仙，而是一个在大雪天饿得发慌，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敲邻居大门讨口饭吃的落魄中年男。他在《乞食》这首诗里写得明明白白，说自己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只能出门去讨饭。走到人家门口时，心里那叫一个尴尬，在那儿磨叽了半天，连话都说不全。还不止这些，现代人总说自己有精神内耗，说自己工作不顺心，家里孩子不争气，生活压力大到想遁入空门。可你要是看了陶渊明的日子，你就会发现，这位隐士祖师爷的内耗一点不比你少。他有5个儿子，照理说基因这么好，怎么说也得出一个小学霸。结果陶渊明自己在诗里吐槽，大儿子懒得要命，二儿子调皮捣蛋，剩下的几个连基本的识字都没兴趣。这要是换成现在的家长，你不发愁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陶渊明，不是那个躺在神坛上的诗圣，而是一个在乱世中挣扎，在饥饿和自尊之间反复横跳，在梦想和尿布之间艰难抉择的普通人。他之所以能治愈我们的精神内耗，不是因为他过得有多爽，而是因为他敢于在认清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亲手为自己画了一个桃花源。他不是生来就是神，他是在现实的泥潭里打过滚，最后决定以一种最体面的方式退场。大家总羡慕他采菊东篱下的诗意，却很少有人看到他在现实主义撤退中的那股狠劲儿。你要知道，在那个门阀至上、血统决定一切的时代，一个没权没势的文人想要做自己，代价是大到你无法想象的。那不是简单的辞职回老家养老，那是断了自己的生路。可陶渊明偏偏就这么干了。他为什么要撤退？他是怎么一边挨饿一边保持高傲的？他又是如何把这一场看似失败的逃避，活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丰碑？
我们现在的焦虑，往往是因为我们既想要大城市的繁华和体面，又想要小岛上的清静和自由。我们总是在进和退之间把自己拧成了麻花。而陶渊明，他用一辈子的时间给我们演示了一遍：当你在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当你的精神内耗快要把你掏空的时候，你该如何坦然地认输，然后在这满地的狼藉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方寸之地。这不只是一段关于古人的历史，这是一份给所有现代人的生存指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带你一层一层剥开这位千古第一隐士的伪装，带你去看那个会哭、会饿、会发火、会尴尬的真实灵魂。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些年所经历的所有迷茫和纠结，这位祖父辈的老哥，早在2000年前就全都替我们体验过了。咱们先来聊聊陶渊明的出身。很多人以为他是个祖上3代都种地的老农民，那可真是太冤枉他了。在那个极其看重投胎技术的魏晋南北朝，陶渊明其实是个标准的长在红旗下的落魄世家子弟。他的曾祖父叫陶侃，那是当时东晋赫赫有名的大司马、长沙郡公。简单点说，就是那种掌握全国兵权、封疆大治的大佬级人物。在那个时代，陶家就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如果陶侃还活着，陶渊明一出生就该是含着金钥匙的。可惜，等到了陶渊明出生的时候，家里的矿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他的祖父、父亲虽然也都当过官，但官位是一个比一个低，家产也是一个比一个少。等到他爹去世的时候，陶家基本上就剩下个空架子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爷爷曾经是全省首富，到你爸爸这辈儿成了中产，等轮到你的时候，家里就剩下几套老破小的房子，还得交着高额的物业费。这种没落贵族的身份最尴尬，你要是真穷，那就索性光着脚干活，也没人笑话你。可陶渊明偏偏顶着一个名门之后的光环。在那个门阀政治横行的年代，这种光环就像是一件脱不掉的长衫，穿着它干活累得慌，脱了它又觉得丢了祖宗的脸。这种心理包袱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精神内耗的根源。明明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心里却总揣着一颗不甘平凡的灵魂。陶渊明小时候受的是最正统的精英教育，他读儒家经典，练书法，写文章，脑子里想的也是大济苍生。那时候的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官。你让他去经商，他觉得丢人；让他去种地，他没那个力气，也没那个技术。所以年轻时的陶渊明其实和现在的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样，心里焦虑的不行。他一边看着家里越来越薄的米缸，一边看着镜子里那个清高孤傲的自己，那种撕裂感是很难受的。他20多岁就开始出来找工作，你想啊，以他那样的家世，去面试的时候 HR 一听他姓陶，祖上是陶侃，那肯定得客客气气的，对吧？但客气归客气，由于他这一支已经边缘化了，给他的岗位基本上都是些没什么实权的杂活。这对于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羞辱。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这种心态我们太熟悉了，我们总觉得自己本该拥有更好的生活，觉得现在的这份工作配不上自己的才华。我们一边在工位上摸鱼，一边在心里构建着宏大的理想。陶渊明当时就是这种状态，他在官场里进进出出，每一次入职都带着希望，每一次辞职
都带着愤怒。他还没学会如何跟这个世界妥协，更没学会如何跟那个贫穷的自己握手言和。这时候的他还没活明白，他觉得人生就是一场通关游戏，只要他努力钻营，就能重振家风。他被那种成功学的逻辑死死地套住了。他还没意识到，当一个时代已经腐朽到根子里的时候，你越是努力向上爬，可能就越是会被这种腐朽所吞噬。他还在纠结，还在内耗，还没意识到那个让他真正自由的出口，其实就在他的脚下。他在这种纠结中挣扎了很久，他写了很多豪情壮志的诗，试图证明自己还有志气，但现实很残酷，肚子饿了是要吃饭的。没落贵族的体面，在饥饿面前显得格外脆弱。他开始意识到，如果继续在官场里混，他确实能混到一口饭吃，但那代价是要把自己的脊梁骨给折断。如果不混，那全家人可能就要跟着他一起喝西北风。这种2选1的难题几乎成了他前半生的主旋律。如果你现在也觉得压力山大，觉得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快要被挤扁了，别急，看看当年的陶渊明，他当时比你还要拧巴。他正在为了那点可怜的工资，在这个他看不上的官场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他还没发现，其实人这一辈子除了向上爬，还有另一种活法，而这种活法需要一种推倒重来的勇气。这个陶大叔家里既然已经快揭不开锅了，那肯定得正儿八经的找份工作吧。在那个年代，像他这种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出路其实非常窄，要么就在家饿死，要么就得去考个编。但魏晋时期的编制跟咱们现在的考公可不一样，那时候讲究的是9品中正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制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背景调查，你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基本不看你的智商，也不看你的能力，全看你的投胎技术。评委们会根据你的家世背景给你打分，把你分成9个等级。陶家虽然祖上牛过，但到了陶渊明这一辈，由于家里没人在朝中做官，他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顶多算是个中下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这辈子就算拼了命去工作，天花板也就那么1米高。他只能在那些高门大户的小年轻手底下当个差，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还得天天给人赔笑脸。这就好比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因为家里没门路，只能去一家大公司当个端茶倒水的，或是个打印文件的临时工。你心里有万卷书，人家眼里你就是个跑腿的。陶渊明的职场初体验其实挺糟糕的。他20多岁时在江州当过一个类似于祭酒的小官，这个职位听起来好像挺高大上，其实就是管管教育、搞搞礼仪的杂事。工资低得可怜，还得天天面对那些脑满肠肥的上司，这些上司可能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就因为家里爷爷辈厉害，就能坐在上位对着陶渊明指手画脚。换成是你气不气？陶渊明心里那团火从那时候就开始烧了。他这种人骨子里是极其骄傲的。他在书里读的是圣贤之道，想的是经世济民。结果现实告诉他，你得先学会怎么给领导提鞋，怎么在饭局上敬酒，怎么去巴结那些你看不起的人。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就是魏晋版职场对文艺青年的第一轮精准打击。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说，想进大厂又怕被卷死，想考编又怕一眼望到头的枯燥。陶渊明那时候面对的情况比这还要绝望，因为在那个门阀社会，
连努力都是没用的。你再有才华，你姓陶，你家已经没落了，你就得认命。这种阶级固化的压抑感，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在那个岗位上干了没多久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这种生活不仅消耗他的体力，更在透支他的灵魂。他每天回到家，看着灯油一点点燃尽，心里想的都是：我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我读的那些诗，练的那些字，难道就是为了给那些草包写总结报告吗？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内耗。他在这种反复的自我怀疑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职场的恶意。于是他干了一件非常符合他性格的事，辞职，不干了，爷回家。他当时想的挺美，觉得只要回了家就能守住那点清高，但他忘了辞职是需要资本的。当你没有足够的积蓄，又没有别的谋生技能时，所谓的硬气其实是非常奢侈的。他这一辞职，家里的米缸很快就彻底空了。这其实也是陶渊明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不是那种一次性就彻底看破红尘的圣人，他在未来的10几年里，会在职场和家乡之间反复横跳。他想逃离，又被贫穷拽回来；他想回去工作，又被恶心的现实给恶心回来。他这时候还没学会如何跟生活讲和，他觉得这个世界欠他的，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坚持，总能找到一个既能挣钱又能保持尊严的办法。可惜，那个时代的职场压根儿就没打算给一个有风骨的文人留出任何生存空间。他即将迎来他职场生涯中最平凡也最狼狈的一段反复横跳期。咱们说，陶渊明第一次辞职回家后，本以为能过上清静日子，结果现实很快就让他打脸。家里的米缸不仅空了，连耗子进去了，那都得流着泪出来。这时候的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全家人的眼睛都盯着他，这种压力，咱们现代人最能感同身受了。你以为辞职是追求自由，实际上辞职后最大的自由就是拥有了全天候焦虑权。于是这位嘴上说着要隐居的大才子，不得不再次向现实低头，开启了他长达10几年的职场反复横跳生涯。这一跳就是好几回。他先是去了江陵，给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军阀桓玄当幕僚。这份工作吧，听起来挺高级，其实就是个文秘加智囊。桓玄这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野心大得很，天天琢磨着怎么篡位当皇帝。陶渊明待在这样的人身边，心里那叫一个别扭。他在诗里写自己久游恋所生，就是想家了，其实是心里虚。他觉得自己在帮一个乱臣贼子干活，这跟他的价值观完全不符。但没办法，桓玄给的工资高啊，为了那点养家糊口的碎银子，他只能忍着。这就好比你进了一家名声不太好，老板特别强势的公司，虽然你知道这家公司的价值观有问题，天天在那儿 PUA 员工，但看在年终奖和社保的份上，你每天还是得一边骂骂咧咧的早起，一边去挤地铁。陶渊明那时候的状态就是这样。他在日记和诗里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说自己是误落尘网中。可真要让他立马辞职，他再看看家里的老婆孩子，就又把辞职信默默塞回了袖子里。后来他又换了几份工作，甚至还在后来的开国皇帝刘裕手下干过一阵子。每一次入职，他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攒够了钱我就走。每一次跳槽，他都以为换个老板，换个环境就应该能好点。可结果呢，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职场里全是尔虞我诈，全是趋炎附势。他发现自己无论换到哪个部门，无论跟哪个老大，都得去应付那些让他恶心的社交，去写那些歌功颂德的废话。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出差，那时候的出差可不像现在，坐高铁住酒店，那可是真辛苦。他得坐着破船在长江上漂好几天，看着两岸的荒凉，心里全是孤独。他在诗里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意思是眼睛看累了这沿途的风景，心里全是家乡的小破屋。这种深夜里的自我怀疑，是不是像极了有些人在异地出差的酒店里盯着天花板想，我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的样子？这种反复横跳其实是非常消耗人的。很多人笑话陶渊明没定力，说你既然要隐居，就干脆点，老是回来上班干什么？其实这才是陶渊明最真实、最接地气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隐居机器，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男人。他得在保住灵魂和填饱肚子之间走钢丝。每一次重返职场，都是他对现实的妥协；每一次选择离职，都是他对自我的救赎。这种精神内耗持续了很久，他在职场里浮沉，看透了权力的虚伪，也看清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发现自己真的不是那块料，他没办法像别人那样圆滑世故，也没办法在看到不公平的时候装作没看见。他的骄傲像是一根刺儿扎在职场里，让别人不舒服，更让他自己疼得钻心。这时候的陶渊明正处于人生最黑暗、最拧巴的阶段，他已经快40岁了，在古代这已经是步入晚年了。他一事无成，家境贫寒，职场履历碎得像饺子馅儿。如果用世俗的眼光看，那他就是一个彻底的 loser。 但正是这种反复的毒打，让他终于意识到，有些钱他这辈子注定赚不到，有些路他这辈子注定走不通。这种认命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觉醒。他开始明白，人生最难的不是往上爬，而是如何体面地走下来。他在等一个契机，一个能让他彻底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头的契机。而这个契机很快就会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出现，成就了那个流传千古的职场神话。终于，陶大叔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亮眼的高光时刻，也就是那个被后世传颂了1000多年的名场面，那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咱们今天得揭开这个滤镜，看看这事儿背后的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陶渊明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彭泽县令的职位，这可是个实权岗。虽然官不大，但好歹是个一把手，工资待遇也还行，每个月能领到5斗米。在那个饥荒不断的年代，这5斗米就是全家人的命根子。按理说，快40岁的陶渊明应该稳重一点了，毕竟家里还有5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可他在这个位子上只坐了80多天，2个多月不到3个月吧，这屁股都还没捂热呢，麻烦就找上门了。那天，上级派了一个叫督邮的小官来视察。这个督邮在官阶上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在那个体制下，他手里握着大分权，能直接决定陶渊明的绩效和前途。这哥们儿一进城，架势拉得比皇帝还大，鼻孔朝天，点名要陶渊明亲自过去述职。更过分的是，底下的办事员还提醒陶渊明，陶大人，按照规矩，您得穿上最正式的礼服，束好腰带，态度得恭恭敬敬的去见人家。这就好比你正忙着处理一堆烂事儿呢，
公司总部派了个不可一世的实习生过来巡查，还要求你必须西装革履的去门口站岗迎接，还得在那儿点头哈腰的递烟倒茶。陶渊明一听，心里的那股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他看着那套沉重的礼服，再想想那个趾高气扬的督邮，他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极其荒诞。他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硬气话：我可不能为了这区区5斗米的薪水，就去向那种乡里小人弯腰行礼。说完，他连离职报告都没写，直接把象征权力的官印解下来，往桌上一扔，转头就走，回老家种地去了，潇洒得很。很多人看到这儿觉得陶渊明太冲动，说这哥们儿情商太低，怎么能跟工资过不去呢？但如果你仔细拆解一下他的心理，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极其清醒的辞职。他不是因为那一瞬间的愤怒才走的，他是因为在那之前的10几年里，他已经积攒了太多的失望和疲惫。那个督邮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他在官场里反复横跳了这么多年，早就看透了这个圈子的本质，那就是一个不断阉割自我、不断迎合平庸的过程。如果你想在这个体系里混得好，你就得把那个高傲的、有思想的自己杀掉，换成一个圆滑的、没骨头的傀儡。陶渊明发现，他无论怎么努力，自己都没法来完成这个改变。所以这次辞职其实是他的一次自救。他明白，如果这次他跪了，那他这辈子就彻底跪下去了。那5斗米确实能养活他的肉体，但会饿死他的灵魂。这种精神内耗的代价太大了。现代人经常说躺平，但大多数人只是嘴上说说，或者消极怠工。而陶渊明是来真的，他是那种直接回家，永远不回那个破工位的决绝。这种撤退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就是你得把这事儿想明白了。他不是盲目的辞职，他其实在心里算过一笔账。回老家虽然穷，但家里还有几亩薄田，只要肯出力气，饿死倒不至于。相比于在官场里天天憋屈的想撞墙，回家种地虽然累，但心里畅快啊。他这是用物质生活的降级换取了精神世界的顶级自由。当他走出县衙大门的那一刻，天空一定是格外的蓝。他再也不用去揣摩上司的脸色，再也不用去写那些虚伪的公文。他终于可以做回那个姓陶的自己，而不是那个被体制反复揉搓的彭泽令。这一场5斗米的博弈，他表面上输掉了饭碗，实际上赢回了整个人生。离职后的陶大叔那是真开心啊！他坐在回乡的小船上，看着两岸的青山嗖嗖的往后退，心里那个美就别提了。他当场就写下了那篇传颂千古的《归去来兮辞》。这篇文章要是发在现在的朋友圈里，绝对是那种配着顶级滤镜、文案满分的离职宣言。开头第一句就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爷回去了，家里地都快荒了，我还不回去干吗？这种心态咱们太能理解了。每一个刚从高压职场逃离的人，前3天都觉得自己重获了新生。你删掉了那个每天响个不停的工作群，拉黑了那个只会画饼的傻缺领导，退掉了大城市的合租房。那一刻你觉得空气都是甜的。陶渊明在船上也是这种感觉。他写风吹着他的衣服，写云慢悠悠的飘，那种松弛感是他过去在官场里几十年都没体会过的。他那时候还没意识到生活的艰辛，他满脑子都是浪漫主义。他觉得隐居就是换个地方发呆，就是每天喝点小酒，看看书，写写诗。他在诗里写：
远远看到自家的屋檐，孩子们都在门口欢蹦乱跳地迎接他。进了屋，酒已经摆好了，他自斟自饮，看着庭院里的树木，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辞职蜜月期。现在的年轻人辞了职，去大理、去清迈、去那种慢节奏的小城，刚开始的1个月也是这种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去集市买点新鲜蔬菜，发个朋友圈说这才是生活。陶渊明当时的滤镜厚得惊人，他觉得哪怕家里地荒了也没关系，只要有酒有书，他就无欲无求了。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因为他这时候还没真正开始干农活呢，他还是带着一种文人采风的心态在观察田园。他在官场里攒下的那点微薄积蓄，还能维持一阵子体面的生活，所以他这时候的清高是带点优越感的。他在诗里写：元日社已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意思是我每天在园子里逛逛，挺有意思，大门关着，谁也不见。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社交恐惧症的最佳状态吗？他那时候觉得，只要我切断了跟那个烂圈子的联系，我的人生就圆满了。他把隐居想得太简单了，他以为只要身体回到了乡村，灵魂就能自动获得自由。他没想过，当那点积蓄花光了怎么办？当那双拿惯了笔的手拿起锄头磨出满手血泡时怎么办？当老天爷不下雨，庄稼全旱死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说，这时候的陶渊明还没完成真正的转变，他只是从一个痛苦的公务员变成了一个兴奋的无业游民。他的精神内耗只是暂时被那种新鲜感给掩盖住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刚辞职去旅游的那半个月，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无限可能，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但旅游总有结束的一天，生活总要露出它狰狞的底色。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表现出的那种狂喜，其实也侧面说明了他过去过得有多压抑。他越是强调现在的自由，就越是反衬出过去的痛苦。这种反弹式的快乐往往是不持久的，他正在享受他最后一段体面的时光。他还没意识到，真正的考验不是如何离开那个官场，而是如何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把一个文人的自尊和农民的肚子同时安顿好。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松树，经常在那儿摸着树干发呆。他觉得这棵树就像他自己，孤独但挺拔。这种自我感动是每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撤退初期的标准配置。他还没发现，现实生活这位大导演已经在幕后给他准备了一场极其硬核的生存挑战赛。他那层薄薄的文艺滤镜很快就要被大地的泥土给蹭得稀碎。辞职后的新鲜感就像是夏天的冰镇西瓜，刚下嘴的时候确实爽得很，但你要是天天拿它当正餐，这个肠胃迟早要出问题。陶大叔在院子里摸完松树，喝完小酒，终于发现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家里的余粮又不多了，他得正儿八经的下地干活了。这时候，这位曾经的大司马曾孙，前任县委书记，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大型翻车现场。咱们上学时都背过他的那首《归园田居》，里面有一句特别出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小时候背这一句，觉得这诗写的真有生活气息，画面感极强。但你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再仔细品品，这哪是什么诗意呀？这分明就是一个职场跨界失败者的年终总结。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去南山种了一大片豆子，结果呢，草长得比人还高，豆苗细得跟豆芽菜似的。你想想，他一个从小读圣贤书、拿笔杆子的文人，在那个人均寿命不到40岁的时代，快50岁了才开始学种地。他在诗里接着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意思是我一大早就爬起来去地里拔草，一直干到月亮挂在树梢，才扛着锄头回来。听着挺励志吧？可结果还是草盛豆苗稀。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根本就不会种地。这就是现实给理想主义者的第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官场里，他虽然不喜欢那些潜规则，但好歹有套成熟的运行逻辑，他只要按部就班就能领薪水。但在大自然面前，没有潜规则，只有硬实力。土地不看你的学历，也不看你的文采，他只认体力、经验和老天爷的脸色。陶渊明在地里挥汗如雨的时候，那些他曾经看不上的农民邻居，估计正蹲在田垄上看着他偷笑。瞧瞧，那个当过官的陶先生，连草和苗都分不清楚，这就是典型的脑子好使，手脚不灵。这种落差其实是非常伤自尊的。现代人也一样，总觉得自己在大城市待腻了，回老家开个奶茶店，搞个民宿肯定能行。结果真干上了才发现，进货、装修、获客、洗马桶，每一件事都能把你折磨得想原地爆炸。你以为逃离了职场就是自由，其实你是从一个稳定的笼子里跳进了一个充满未知风险的荒野。陶渊明这时候一定也迷茫过，他看着那满地的杂草，再看看自己磨出血泡的双手，心里估计也在犯嘀咕，我是不是真的选错了？但他最硬气的地方就在于，哪怕种成这副德行，他也不肯回头。他在诗的最后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意思是衣服被露水打湿了没关系，只要不违背我的本心就行。这句话其实是他在给自己打气，也是在跟那个想打退堂鼓的自己较劲。他开始意识到，真正的隐居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修行。他得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庸，接受自己在那片土地上的无能。这种精神内耗的转折点非常重要。很多人在尝试新生活失败后，会立刻选择逃回舒适区，或者开始无止境的自我否定。但陶渊明没有，他不仅把自己的失败记录了下来，还把这种尴尬写成了诗。他不再伪装成一个全能的隐士，他承认自己就是个种地没天赋的普通人。这种坦诚其实是他走向自我和解的第一步。不过生活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如果说种地失败只是打击了他的职场自信，那么接下来的家庭琐事才是真正要把他逼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他本以为回家后能享天伦之乐，结果发现他的5个儿子不仅没能成为他的骄傲，反而成了他余生最大的槽点。当一个理想主义的老父亲遇到一群不争气的学渣儿子，那种高血压的感觉，陶渊明马上就要带我们体验一遍了。咱们常说，一个男人最大的中年危机，往往不是因为事业受挫，而是因为家里有个不争气的娃。如果是1个娃也就罢了，要是5个娃全是学渣，那这种打击简直就是毁灭性的。陶大叔在南山底下种地，虽然种得稀碎，但他心里其实还存着最后一点念想。他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大才子，基因在这儿摆着呢，自己这辈子官运不顺，万一5个儿子里能出1个或半个天才，那陶家复兴指日可待啊。可惜现实又一次把他按在地上摩擦。陶渊明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择子》，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吐槽我那5个冤种儿子。这首诗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家长群崩溃瞬间。他在诗里一个一个点名，把5个儿子的底气全给拆穿了。老大陶衍已经16岁了，在古代这都算成年人了。陶大叔说他性懒拙，意思就是这孩子懒得无可救药，啥也不干，眼里没活。老二陶轩15岁了，按理说正是读书的好年纪，
结果他倒好，公然宣称自己讨厌文学，一个字都不想看。老三和老四是一对13岁的双胞胎，陶大叔形容他们俩连6和7都分不清楚。最后那个9岁的小儿子陶通，更是一心只想当个干饭人，整天满脑子都是哪里的梨熟了，哪里的栗子好剥，对学习压根儿没兴趣。你代入一下陶渊明的视角，他是什么人？他是那种能写出归去来兮辞，文章流传千古的大文豪。结果他的5个儿子，要么是懒王，要么是文盲，要么是算不清账的糊涂蛋，要么是只知道吃的吃货。这哪是5个孩子啊，这简直是老天爷派来专门收他的5个债主啊！换成现在的家长，估计早就把各种补习班给报满了，每天在家里上演鸡飞狗跳的辅导作业大戏，最后可能还得气得去医院挂个吊瓶。这种精神内耗其实是很多现代中年人的常态。我们总觉得孩子是自己的续集，总想把自己的遗憾投射到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替我们完成那些没实现的梦想。如果孩子不优秀，我们就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失败了。陶渊明当时也挺郁闷的，他在诗里写自己头发都白了，看着这5个孩子，心里那叫一个愁。但陶渊明之所以是陶渊明，是因为他有着一种超越时代的通透。他在诗的最后写了这么一句：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意思就是说，如果老天爷给我的命运就是这样，那我也认了，还是喝我的酒吧。你看，这就是治愈精神内耗的终极密码，接纳平庸。他发现自己改变不了儿子的智商和追求，于是他选择了放过自己。他没有逼着儿子去考功名，也没有每天对着他们咆哮。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既然儿子们喜欢当个快乐的普通人，那他这个当爹的除了叹口气，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们一起享受当下的生活。这种心态在那个极其看重门第和接班人的魏晋时代，简直是惊世骇俗的。大家都想方设法让后代出人头地，陶渊明却在大醉之后，看着满屋子乱跑的废柴儿子们，露出了无奈又释怀的微笑。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幸福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你对现实的妥协，而不是你对目标的死磕。很多观众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陶渊明这是在摆烂啊，其实不是。摆烂是放弃希望，而陶渊明的这种认命是认清了现实之后的慈悲。他认清了自己种地没天赋，也认清了儿子不是读书的料。他把这些不如意全都编进了诗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自嘲的段子。当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尴尬和失败摆到桌面上来讲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焦虑了。这种父子关系的大撤退，让陶渊明彻底从传统儒家那种光宗耀祖的沉重包袱里解脱了出来。他不再是一个试图维持虚假体面的家长，而是一个活得真实，甚至带点可爱的老头。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活不明白，觉得生活处处在跟你作对，那就先从接受那个不完美的家人开始吧。不过，生活对他的毒打还没完。就在他刚刚安抚好那颗被儿子气得快炸了的心脏时，一场毫无预兆的天灾正悄悄地降临在他那间虽然破旧但还算温馨的草屋上。这场大火不仅烧掉了他唯一的栖身之所，更要把他逼到一个比草盛豆苗稀还要尴尬的绝境里去。如果说5个儿子不争气只是让陶大叔偶尔感到心梗，那接下来的这一场意外简直就是老天爷直接把他扔进了冰窟窿里。那是义熙4年的一个盛夏，深夜里大家都睡得正沉，
陶家那几间虽然破旧，但还算温馨的草房，突然就着了大火。火势蔓延得极快，等陶渊明拉着老婆孩子连滚带爬跑出来的时候，回过头一看，全完了。这场火烧得极其干净，他那些心爱的藏书，他好不容易攒下的几坛好酒，还有那些能遮风挡雨的被褥，全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灰烬。你要知道，在那个没有保险、没有救济金的年代，房子被烧了，基本上就等于是被生活宣判了死刑。原本他还能靠着祖上留下来的那点底子维持一个穷酸文人的体面，现在这把火把他的体面烧了个精光。那一刻的陶渊明站在空地上，看着满天的火星子，心里一定荒凉到了极点。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刚咬牙辞了职，准备开始创业，结果就那点积蓄还没焐热呢，就全被骗子给骗光了。或者辛辛苦苦经营的小店，一夜之间因为不可抗力给关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毁灭，最容易让人产生那种老天爷是不是在玩我的绝望感。那段时间，陶渊明全家只能挤在一艘破船里生活。你想想看，5个半大的男孩子加上2个大人，挤在一个漏风漏雨的小木船上，吃喝拉撒全在这儿。那种局促和尴尬，绝对不是什么浪漫的漂流。这种生活状态已经彻底脱离了所谓的田园诗意，变成了纯粹的生存竞争。但他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在于，他在这种极度的狼狈中依然没有崩盘。他在诗里写自己在那场火之后的感受，他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抱怨命运不公，他只是淡淡的写道：仰头看到天空很广阔，低头看到脚下的路还长。他甚至还自嘲说，以前总觉得自己住的房子不够好，现在好了，连房子都没了，彻底没得挑了。我们现代人为什么容易精神内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手里抓着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害怕失去房子，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那一丁点虚无缥缈的社会地位。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我们往往会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而陶渊明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当生活把你剥削到只剩下一条命的时候，你反而会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他在废墟旁边又搭起了一个极其简陋的小草棚，他在诗里管这地方叫穷巷。听名字就知道，那地方连光线都照不进来，邻居也全都是那种社会最底层，每天为了一口饭拼了命的苦力。曾经那个在朝廷里指点江山的名门之后，现在彻底成了贫民窟里的一员。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选择妥协，只要他给以前的那些老同事打个电话，只要他写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回官场混个差事，以他的才华和名声弄个房子住绝对不是难事儿。但他没有，他宁愿在那间漏水的草棚里啃着干巴巴的饼，也不愿意再去给那些他看不起的人弯腰。他在这种极端的贫困中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涅槃。他发现，原来一个人只要把欲望降到最低，原来一个人只要敢于直面最烂的生活，他就真的无敌了。那场大火烧掉的是他的财产，但同时也烧掉了他最后一点对于物质世界的依赖。他开始真正的、彻底的拥抱这种一无所有的自由。这种在废墟上重建自尊的过程，比他辞职回乡的时候要动人得多。如果说辞职时的他还是个带着滤镜的理想主义者，那火灾之后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勇士。他开始明白，真正的治愈不是逃避灾难，而是在灾难之后还能慢条斯理地拍掉身上的灰尘，继续去种他那几亩草绳豆苗稀的地。
不过接下来的日子才是对他意志力的终极考验。房子可以重建，但肚子是每天都要填饱的。当家里最后的余粮也见底的时候，这位高傲的隐士终于要面对那个让他老脸通红的抉择了。如果说那场大火烧掉了陶大叔最后的物质体面，那么接下来的这件事就是他亲手把自己架在神坛上的人设给拆得粉碎。咱们中国文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面子，是清高，是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傲骨。可陶渊明偏不，他写了一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极其丢人却又极其伟大的诗，题目就俩字儿：乞食。对，没错，他真的去讨饭了。你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曾经长沙郡公的曾孙，一个辞官时甩手扔印章的硬汉，现在因为家里实在没米下锅，孩子们饿得直哭，他只能换上一件还算干净但补丁罗补丁的长衫，深吸一口气，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那间漏风的草屋。他没有去繁华的大街上蹲着，而是走向了一个邻居的家门口。他在诗里写的特别真实，说自己行行至司里，叩门着言辞。翻译过来就是我走啊走，终于走到了这一家人门口，手里的缰绳或者拐棍都快捏出汗了，在那儿来回踱步，就是不敢敲门。这种感觉像不像你急需用钱，翻遍了通讯录想找个老同学借钱，对话框打开又关上，字打好了又删掉，心里那个纠结，那个羞耻感，简直能让人原地爆炸。这就是顶级文人的社恐现场，也是一个中年男人最后的尊严在和生存本能打架。最终饥饿战胜了面子，他敲开了门。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美化这个过程，他没说自己是去访友顺便吃个饭，也没说自己是去化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后人，我就是没钱吃饭了，我是来要饭的。邻居人挺好，不仅没笑话他，还热情地把他迎进去，给他做了顿热乎饭，甚至还陪他喝了2杯。陶渊明在饭桌上跟人家聊得特别投机，甚至还约好了下次再聚。很多人觉得陶渊明写这首诗是自甘堕落，觉得他把隐士的格调给拉低了。但你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的强大。现代人的精神内耗很大一部分源于装。我们要装作工作很顺利，装作家庭很幸福，装作自己是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我们在朋友圈里精修每一张照片，却不敢发一张自己加班到深夜吃着泡面流泪的素颜照。我们被那个虚假的人设绑架了，活得累得要命。而陶渊明呢，他把这层滤镜亲手撕掉了。他用这首诗告诉全世界，看，我陶渊明也会饿，也会尴尬，也会为了活下去去求人。当他把这种最狼狈、最不堪的一面展示给世人的时候，他反而彻底自由了，因为他再也不需要去维护那个高高在上的名士形象了。他不再是那个需要别人仰望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饿会痛的普通人。这种认怂其实是一种最高级的和解，他接受了自己是个穷光蛋的事实，也接受了自己需要帮助的现实。他发现，原来放下面子去讨一口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原来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他的落魄而对他充满恶意，邻居的善意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人间烟火气。他在诗的末尾写道，他非常感激这位邻居，甚至想到了古代那些报恩的故事，说自己这辈子可能报答不了了，得等下辈子。这种坦荡，这种不加掩饰的感激，让这首讨饭诗散发出一种比那些辞藻华丽的颂歌还要动人的光芒。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觉得没脸见人，
觉得自己的失败简直是奇耻大辱，那你就读读陶渊明的启示吧。这位祖师爷用亲身经历告诉你，生存不丢人，求助也不丢人。真正的丢人是明明已经快溺水了，还要在那儿摆出一个优雅的游泳姿势。当你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当你不再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面子而死撑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些焦虑和内耗也就随之散了。陶渊明通过这场现实主义的撤退，不仅填饱了肚子，更重要的是，他找回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这种真实，才是他在接下来的余生里，能够对抗所有苦难的最强护甲。不过，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就在陶渊明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平民的准备时，一个曾经的老同事突然开着豪车，带着丰厚的条件找上门来。这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五斗米的诱惑，而是足以让他余生大富大贵的最后一根橄榄枝。就在陶大叔已经习惯了在贫民窟里跟邻居聊桑麻，甚至已经把讨饭当成一种人生履历的时候，命运又给他安排了一次极具诱惑力的终极面试。那时候，东晋的政坛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刘裕已经掌权，眼看着就要带尽自立了。朝廷为了笼络人心，特别需要像陶渊明这样名声在外、清高耿介的流量大咖出来撑场面。有一天，一辆极其华丽的马车停在了陶渊明那个漏风的小草棚前，马车上下来的是当时的江州刺史谭道济。这位谭大人可不是一般人，那是名震天下的名将，位高权重。他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的名门之后，如今却饿得面黄肌瘦的老同学，心里估计也是五味杂陈。谭道济不仅带来了香喷喷的肉和醇厚的美酒，还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官方邀请。朝廷想请你回去，给你个像样的官做，你何必在这儿把自己饿成这样呢？这种场景像不像你离职回乡创业，亏得底儿掉，正蹲在路边吃泡面的时候，以前那个混得风生水起的老领导开着劳斯莱斯出现在你面前，拍着你的肩膀说：“回来吧，给你个副总当，年薪100万，期权管够，何必跟生活死磕呢？”那一刻，陶渊明的5个冤种儿子估计眼睛都直了，他们可能在想：爹，咱别硬撑了行吗？那可是肉啊，那是酒啊，那是大房子和穿不完的绸缎衣服啊。如果你是陶渊明，你会怎么选？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可能就彻底崩了。毕竟咱们所谓的坚持，很多时候是因为诱惑不够大。而这次谭道济给出的几乎是那个时代一个文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好出路。可陶渊明的反应简直酷到了骨子里。他看着那一桌子的美酒佳肴，看着那位高高在上的老同事，他非常有礼貌地表示了感谢，但紧接着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动作。他把那些肉和酒推到一边，淡淡地回了一句话，大意是：我这人天生懒散，已经习惯了这种野人一样的生活，朝廷的那份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真的回不去了。谭道济很不理解，他劝陶渊明：圣贤都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现在国家正需要人才，你何必在这儿自我折磨呢？陶渊明笑了笑，他没跟谭道济辩论什么政治理想，也没讲什么高深莫测的大道理，他只是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谭道济走后，那些送来的肉和酒，陶渊明甚至连动都没动。这就是陶渊明最狠的地方，他不仅能拒绝贫穷带来的羞辱，他还能拒绝富贵带来的诱惑。这种拒绝不是因为他讨厌钱，也不是因为他讨厌肉，而是因为他太了解那个系统的运行逻辑了。
他知道只要他伸了手接了那块肉，他就得重新套上那条束身的腰带，重新去过那种点头哈腰、言不由衷的日子。这种精神内耗的终极解法就是看清代价。我们现在的很多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高薪和地位，却没看到背后要付出的灵魂。我们觉得自己能一边拿着高薪，一边保持个性，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幻觉。陶渊明太清醒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就这一条命，他不想再把它浪费在那种让他恶心的表演里。他这种决绝其实是给自己的现实主义撤退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圆。他用这次拒绝告诉所有人，他回乡种地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更不是因为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而是他真的找到了比权力更让他着迷的东西。那是一份哪怕挨饿也能睡得安稳的自由，是一份不用看任何人脸色的坦荡。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累，是因为我们总想既要又要，我们要事业成功，又要心灵自由，我们要大富大贵，又要人际关系简单。陶渊明用这次拒绝做了一个减法，他舍弃了那些虚妄的体面，保住了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他在那一刻已经完成了从隐士到哲人的质变。谭道济的马车带着灰尘离去了，陶渊明重新回到了他那个破旧的草屋里。虽然肚子里可能还在打鼓，但他的眼神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清澈。他彻底切断了与那个世界的联系，他再也不是那个在职场边缘徘徊的落魄文人，他成了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王。而接下来的日子，他将在这份彻底的孤独和贫困中酝酿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那个构想。那是一个不存在于地图上，却永远存在于中国文人心里的秘密基地。他要把他这些年所有的痛苦、挣扎和最后的觉醒，全部浓缩进一个叫桃花源的梦境里。拒绝了顶级高薪邀约后的陶大叔，日子并没有因此变得大富大贵，相反，他依然在那间破草屋里守着他那5个不太灵光的儿子，继续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一段极其清贫、极其孤独的晚年时光里，他完成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顶级画饼。他坐在南山下，看着远处的云雾，在心里一笔一划地勾勒出了那个让后世痴迷了1000多年的秘密基地——桃花源。咱们小时候学《桃花源记》，老师总让我们背诵课文，分析什么社会理想。但如果你现在步入社会，经历过职场的毒打，再回头看这篇文章，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童话故事，而是一个精准击中现代人痛点的心理马杀鸡。陶渊明笔下的那个武林捕鱼人，其实就是每一个偶然间想要逃离现实的我们。你仔细看桃花源里的设定，那里没有赋税，没有战乱，没有没完没了的考核和 KPI， 甚至连朝代更替都不知道。那里的人每天干的事情就是种地、吃饭、闲聊，每个人脸上都写着4个大字：情绪稳定。这哪里是古代农村啊，这分明就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带薪休假终点站。陶渊明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他在现实里撞得太疼了，他知道在这个充满门阀、等级和压迫的世界里，这种地方根本不存在。桃花源这个地方，其实是陶渊明给他自己，也是给所有像他一样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灵魂，亲手画出的一张心理大饼。他明白，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是需要一点幻觉来支撑的。这就像你深夜加班到凌晨3点，看着窗外的灯火，幻想自己哪天中了大奖就去海岛开个书店一样。这种幻想不一定能实现，但它能让你在这一刻从那种快要窒息的压力中短暂地抽离出来。
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那个捕鱼人离开桃花源的时候，处处都做了标记，生怕下次找不着。可结果呢，当他带着官府的人再去寻找时，那些标记全都消失了，那个世外桃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个结局其实特别有哲理，陶渊明是在告诉我们，那个让你感到彻底放松、没有内耗的地方，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坐标，它不是大理，不是清迈，也不是什么远方的世外桃源。当你带着功利心，带着想要占有或者打卡的心态去寻找自由时，自由就会立刻消失。那种真正的平静，其实只存在于你彻底放下执念，不再试图证明给谁看的那一刻。桃花源其实是陶渊明的一种精神撤退路线。他发现，既然这个世界没法改变，那我就在心里筑起一道墙，墙外是乱世，是饥饿，是5个不争气的儿子，墙内是落英缤纷，是黄发垂髫，是怡然自乐。这种心中自有桃花源的活法，才是陶渊明留给我们的终极武器。我们现在的焦虑，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总想在现实世界里找一个完美的闭环。我们要钱多事少离家近，还要老板和蔼同事亲，但这可能吗？现实生活永远是一地鸡毛，永远有突如其来的大火，永远有不听话的孩子和让你尴尬的起始时刻。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虽然画了这个饼，但他并没有把自己锁在这个幻觉里。他写完《桃花源》，转头还是得去地里拔草，还是得为了明天的口粮发愁。他不是那种躲在象牙塔里做白日梦的文人，他是一个睁着眼睛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愿意在心里保留一抹亮色的硬汉。桃花源不是他的避难所，而是他的能量站。他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充好了电，然后继续回到现实中去忍受那份清贫。这种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自由切换的能力，正是我们这些被精神内耗反复摩擦的现代人最欠缺的。我们总想彻底逃离，却忘了真正的自由其实是在乱世中守住自己的那一点方寸之地。他用一个打渔人的奇遇，把那种可遇不可求的人生境界给你讲透了。你会发现，当你不再疯狂地标记生活，不再非要找个明确的出口时，你脚下的这片泥土地，或许就是你找了很久的那个入口。故事讲到这里，陶大叔的人生也快走到终点了。但他最后干的一件事，简直是把这种通透玩到了天花板级别。他给自己写了一篇自记文。你没听错，这哥们儿还没咽气呢，就先把自己的悼词给写好了。在那个迷信的古代，这得是多大的心理素质啊！他在这篇文章里没有回顾自己当官时的那点微薄政绩，也没有吹嘘自己的才华，他只是非常平静地总结了自己这一辈子。我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虽然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我活得挺像个人。他活到了60多岁，在那次硬气辞职之后，他在乡下整整待了22年。这22年里，他没有一天是不穷的，也没有一天是不累的。但他用这22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守住自己的灵魂，这个世界其实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临走前，最后看了一眼他那个满是杂草的小院子，看了一眼那几个虽然不怎么成器，但至少还算孝顺的儿子，心里一定是极其安稳的。我们现在常说，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但陶渊明告诉我们，如果你活不明白，诗和远方其实都是狗屁。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看遍了那一地鸡毛之后，依然能够拍拍屁股上的土，说一句我挺喜欢的。它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桃花源，而是他那种敢于直面尴尬，敢于承认失败，敢于跟平庸的自己握手言和的勇气。现代人的精神内耗其实都源于一种输不起的心态，我们怕丢了工作，怕没面子，怕孩子考不上好学校，怕被同龄人甩在身后。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随时都要冲锋的战士，却忘了我们其实只是来这世上走一遭的旅客。陶渊明用他那次长达一生的大撤退，给我们演示了另一种赢法。当你不再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当你不再为了那点虚伪的体面而死撑，你就已经赢了。他那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唱，不是因为那两句诗写得有多华丽，而是因为那是一个人彻底放下了心理负担后的自然流露。那种悠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他在敲过邻居的门，种过荒芜的地，看过家里的火之后，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淡定。他不再内耗了，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最烂的可能，所以剩下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当你觉得活得累，觉得心里拧巴的时候，不妨想想这位陶老哥，想想他在那个大雪天讨饭时的狼狈，想想他吐槽儿子时的无奈，再想想他拒绝高薪时的那份决绝，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现在纠结的这些事儿，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生活本来就是不完美的，我们也没必要非得把它活成一个完美的模板。陶渊明不是让我们去逃避现实，也不是让我们真的都去辞职种地，他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里，你得在心里给自己留出那么一块南山。在那块地盘里，你不用是优秀的员工，不用是完美的父母，也不用是成功的典范，你只是你自己，一个会累、会饿，但依然有权追求快乐的普通人。当你在深夜关掉手机，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空虚和焦虑时，试着像陶渊明那样跟自己说一句：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这不是颓废，这是一种极其高级的自我疗愈。当你学会了嘲笑自己的尴尬，学会了接纳自己的平庸，你离那个真正的桃花源也就不远了。这位精神内耗的祖师爷，用他一辈子的起起落落，为我们画出了一条最体面的撤退路线。他走得并不优雅，甚至有些踉跄，但他走得非常坚定。他在历史的迷雾中回过头，对着我们这些满是焦虑的后辈微微一笑，仿佛在说：别急，慢点走，那一地鸡毛里其实也藏着你的诗和远方。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陶渊明，只是有时候外面的风浪太大，让我们暂时忘记了怎么去听那个内心的声音。生活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焦虑而变得更好，反而是在我们学会放下那些沉重的盔甲，学会温柔地对待自己的不完美时，那些原本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好像也就悄悄地平息了。今晚的故事讲完了，希望在那些琐碎和疲惫的缝隙里，你也能找到那一抹独属于自己的南山。不需要跑得很远，也不需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只要在这一刻，你能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清醒的平静，那便是最好的答案。夜已经深了，愿你今晚能有一个没有内耗，只有花香的好梦。